火力强大但没啥用的战舰。纳尔逊级宇宙战舰设定解析，曾被寄予厚望的主力舰，机动战士高达 SEED 设定解说。纳尔逊级宇宙战舰是地球联合军为了应对扎夫特而发展出来的一款大型宇宙作战舰艇。该型宇宙战舰全长有250米，其体积大小大致相当于水面舰艇里的战列舰。同时，纳尔逊级在定位上也跟战列舰一样，是作为地球联合宇宙军的主力舰，用于与扎夫特的宇宙舰队对抗。所以，纳尔逊级舰上的武装也是跟战列舰一样强大，所输出的火力足够在宇宙中与扎夫特的主力舰进行远距离的对轰。而这其中的主要攻击火力，便是这3座大口径的双管光束加农炮，其攻击有效距离很远。口径上虽然比阿伽门农级的主炮要小一些，但所输出的威力并不比阿伽门农级逊色。同样，只要集中炮火进行齐射，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击毁敌方大型战舰。而在舰首正前方位置，左右两侧各安装有3具鱼雷发射管，可在中近距离范围之内直面攻击前方目标，从而方便纳尔逊级迅速将前方骤域清空。接着，在鱼雷发射管靠后这个位置，还安装了4组不同朝向的旋转式3连装导弹发射装置，所配备的导弹主要用于进行反舰，以此来跟主炮配合去打击敌方大型目标，并且在这个位置还是有导弹垂直发射装置，跟这9座炮塔一起组成了纳尔逊级中近距离的防御体系，然后通过密集的火力输出形成强大的火力网，去防御扎夫特机动战士的突袭攻击。而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9座炮塔当中，位于舰首的炮塔是单管速射舰炮，其他的8座炮塔则都是双管防空炮，这两者之间的攻击能力并不完全相同。除了防卫武装之外，纳尔逊级的舰体还带有装甲，可防御扎夫特机动战士的直面攻击，其防御能力表现在现役的宇宙舰艇当中，纳尔逊级的表现没有显得比较脆弱，对比同期服役的宇宙舰艇可以说是处于比较前列的位置。而除了这些武装之外，在纳尔逊级这个位置还是有格纳库，可携带一定数量的莫比乌斯出击战斗，不过没有设置跟阿伽门农级一样的快速出击通道，所以纳尔逊级不具备快速放飞舰载机的能力。因此，纳尔逊级需要在进入战斗状态前，让莫比乌斯脱离纳尔逊级后出击作战，包括在回收舰载机方面，也需要纳尔逊级在结束战斗或脱离战斗区域之后进行。这跟对手扎夫特的宇宙舰艇相比，纳尔逊级舰载机的配套设施就显得比较简陋。由此可见，纳尔逊级并不是特别重视与莫比乌斯进行协同作战。而在补给方面，纳尔逊级这2个位置还有圆形的舱门，该舱门打开后就能与补给舰对接展开补给作业，而且纳尔逊级还设有输送管道补给接口，能像水面舰艇那样通过连接输送管道进行补给作业。然后就是纳尔逊级的舰桥结构进行了优化改进，使舰桥在整体上显得比较低矮，来降低被直接命中的几率，并且在舰体这2侧位置还有延伸的装甲板，能够有效防御来自侧面的攻击。不过扎夫特机动战士的突袭能力很强，仅依靠这些微不足道的改进，难以面对扎夫特机动战士的突袭攻击。只要机动战士凭借机动和防护上的优势，仍旧会给纳尔逊级带来巨大的威胁。直到地球联合军也发展了机动战士以后，这才对扎夫特的机动战士形成有效对抗。倒是舰桥核心部分显得比较小巧，其舰桥内部的布局看上去比其他型舰艇要更加紧凑，而且还特别在舰长位置多设置了并排的2个位置，这样就可以方便临时增加1名高级人员师乘坐。同时在这2个座位前面还设置有投影设备，用来显示战场态势信息，方便舰长进行指挥作战。剩下的在周围还设置了其他8名舰桥人员的座位，算上舰长，总共9名舰桥人员来共同负责纳尔逊级的运作，包括由纳尔逊级作为旗舰，在组成舰队后，只要新增1名舰队指挥官人员即可进行指挥作战。不过通常情况下，舰队指挥由旗舰舰长来负责执行，比如地球联合军第8舰队临时组建的先遣舰队，就是由纳尔逊级蒙哥马利号的舰长库普曼上校来负责舰队指挥工作。而他所率领的这支先遣舰队是为了接应大天使号并给予护航而专门组建的，同时跟着他一起同行的还有一位名为乔治·阿尔斯达的高级官员，并且他还是弗雷·阿尔斯达的父亲，而他的女儿正好就在要接应的大天使号上。不过就在他和这支先遣舰队去跟大天使号会合的时候，被正在前往展开救援行动的克鲁泽部队发现了他们的行踪，于是为了阻止大天使号获得有力支援，克鲁泽临时做出决定，立即组织机动战士部队向这支先遣舰队展开进攻。
坚决在这支先遣舰队与大天使号会合之前，迅速将其彻底消灭干净。就这样，在阿斯兰驾驶的圣盾高达的带领下，在战斗一开始没多久，就让这支先遣舰队因损失惨重，陷入到了毫无抵抗之力的状态。尽管大天使号在得知先遣舰队被扎夫特攻击后，选择冒险前来支援，但为时已晚。最终在扎夫特纳斯卡级重炮的轰击之下，使得先遣舰队的旗舰蒙哥马利号的舰体被直接击穿。在舰上人员还未来得及搭乘宇宙小艇逃生的情况下，这艘纳尔逊级蒙哥马利号就这样在大天使号的跟前炸成了碎片。到此，由库普曼上校所率领的先遣舰队便全军覆没。而从这场战斗的情况可以看出，拥有强大火力和防护力的纳尔逊级仍无法与扎夫特搭载机动战士的纳斯卡级正面对抗，所以之后地球联合就开启了机动战士的量产，来代替纳尔逊级上搭载的莫比乌斯，以此来加强纳尔逊级的作战能力。很快，改搭载机动战士作战的纳尔逊级便参加了对扎夫特的第2次亚金杜维战役，让纳尔逊级跟机动战士协同作战这一方式得到了充分验证。当这场战役结束了以后，为了让纳尔逊级更好搭载机动战士出击作战，地球联合便对纳尔逊级进行了适配改进。于是进入 CE73 年后的纳尔逊级，在格纳库位置都装上了电磁弹射装置，以此来支持机动战士快速出击作战。由于格纳库可改造的空间极为有限，新增的电磁弹射装置便以外置的方式安装。虽然对底下防空炮的射击视角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搭载的机动战士已对纳尔逊级的防御进行了补足，并且机动战士还将攻击范围延伸到了扎夫特的战舰，不再是之前面对扎夫特时只有被动挨打的局面。当然，此时的扎夫特也服役了新型机动战士，其在性能上的表现要比之前的机型增强了不少，所以一旦外围机动战士负责的防御圈被突破，改进后的纳尔逊级很快就会被扎夫特的机动战士击破。可以说，自身的防卫能力仍不足以保全自身。为此，进入 CE75 年之后，地球联合对纳尔逊级的性能进行了升级，以便适应当前越来越激烈的战场环境。这其中改变的地方，首先是在舰首位置增加了2座防空炮，以此来解决之前防空炮的射角覆盖不到正前方方向的问题，并且将所有防空炮都统一改成了单炮管，不再是之前双炮管防空炮的配置。接着，在这2个位置的防空炮换成了其他更加强力的武装，来用于跟防空炮组合防御，从而进一步提升作战效能。而底下位置的防空炮，由于受弹射装置的阻碍难以发挥作用，而选择进行了移除。然后是舰体中间位置的4组旋转式导弹发射装置，由原来的3连装导弹发射装置改成了16连装，使得备弹量从12发上升到了48发，从而让纳尔逊级的持续作战能力得到了不小的提升。而处于舰首这个位置的舰炮，在造型上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单管速射舰炮改成了磁轨炮。该炮无论是弹丸初速和有效射程都比原先的舰炮强了不少，其在打击机动战士方面具有极佳的效果。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个位置的舰炮究竟是不是磁轨炮还不是很确定，也有可能是改成了跟主炮一样类型的光束炮。如果改成了光束炮，在射程和火力上的表现同样也会比原来增强了不少。而纳尔逊级剩下的这3座主炮，在造型上跟原来相比也有比较大的变化，虽然跟原来一样仍是大口径的光束炮，但在整体性能方面跟原来相比应该有所提升。而除了武装之外，纳尔逊级在电子性能方面也进行了升级改进，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舰桥上的雷达设备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纳尔逊级在各个方面都做了性能提升。然而比较可惜的是，这些提升并不足以给纳尔逊级的战力带来实质性的变化，甚至在地球联合军与 Foundation 王国展开的战斗中， Foundation 王国重新修复并控制了镇魂曲后，就让地球联合军的宇宙舰队在航行的途中就被 Foundation 王国使用镇魂曲进行了远距离的打击。就这样，几乎是一瞬间的功夫，整个地球联合军的舰队就被镇魂曲一扫而空。不过 Foundation 王国并没有就此取得全部胜利，没多久之后， Compass 组织就对 Foundation 王国发起了反击。于是在 Compass 组织的带领下，地球联合军的宇宙舰队重新加入到了战斗，成功为最终打败 Foundation 王国和扎夫特强硬派贡献出了一份重要的力量。